那天傍晚，阿川练完拳，坐在院子里喘气。他最近很困惑，因为他发现很多人一讲养生，就开始追东西，追补品，追秘法，追气感，追功夫，追年轻，追长寿。有人每天研究吃什么会更补，睡什么姿势会更强，练什么功法会更快通关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越追越焦虑，越养生越怕老，越修行越怕输，越讲放下越想证明自己有境界。阿川看着飘朋克，忍不住问：师父，我今天看到一句话，说修道最重要的只是一个逆字，顺则成人，逆则成仙。可是我听不懂，人不是应该顺其自然吗？为什么又要逆？逆听起来不就是硬干，不服输，跟世界对着来吗？飘朋克正在煮茶，火很小，水却慢慢滚了。他没有急着回答，只是把茶杯推到阿川面前，淡淡说：阿川，真正的逆不是跟别人吵，不是跟世界斗，也不是硬把身体练坏，真正的逆是把你被惯性拖走的生命重新拉回来。阿川一愣，飘朋克说：人这一生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努力，最可怕的是你很努力，但方向全是顺着欲望走。飘朋克拿起一片落叶放在石桌上，你看这片叶子，它离开树以后，风往哪里吹，它就往哪里去，水往哪里流，它就往哪里飘，这叫顺。阿川点头。飘朋克又说：人的一生也是如此，从小到壮是顺着时间长大，从壮到老也是顺着时间衰去。少年时得到体力，壮年时失去少年，老年时失去壮盛。这一切看起来很自然，但它也代表一件事：如果你只是顺着走，生命最后就是往散，往漏，往耗，往老去。阿川皱眉。所以逆就是不要让生命一直漏掉。飘朋克点头。鱼要上游，必定溺水；鸟要升空，常常逆风。真正要回到源头，不能只靠顺流。你看世人怎么活？心里有念头，就立刻追；眼睛看到喜欢的，就想要；耳朵听到称赞，就飘起来；遇到别人比自己好，就不舒服；被人冒犯一句，就气3天。这些都是顺。顺什么？顺贪，顺怒，顺懒，顺名，顺利，顺面子，顺习气。阿川低头喝茶，像被说中。飘朋克继续说：修行的逆不是故意唱反调，而是在人性最容易滑下去的地方把自己收回来。众人爱刚，修道人学柔；众人爱强，修道人学弱；众人爱满，修道人学虚；众人爱争，修道人学退；众人爱表现，修道人学藏；众人爱把自己放大，修道人先把我放小。阿川问：可是师父，这样不会变成没出息吗？人家都在争，我不争，不就被踩过去？飘朋克笑了。这就是凡人的误会。不争不是无能，不争是不被争心绑架；柔不是软弱，柔是不被刚硬卡死；退不是逃避，退是不被局面牵着鼻子走。无我不是没有自己，无我是不再被那个小小的自己困住。他指着阿川的胸口。你真正的敌人不是外面的人，是你心里那个一直喊我要，我怕，我输不起，我不能没有的东西。阿川沉默了。飘朋克说：人有千病万病，很多都从由我来。我要富，我要贵，我要安，我要乐，我要赢，我要被看见，我要人家照我的意思走。只要这个我太重，气就浊，心就窄，神就乱。
你看有些人地位越高心越小，钱越多越怕失去，名越大越不能被批评，外面看起来像英雄豪杰，里面却被一个我字绑住，这种人就算成就很大，仍然不自由。阿川问：那无我就是什么都不要吗？飘朋克摇头：不是，无我不是消极，不是躺平，不是不做事，无我是做事时不被私心污染。你可以有事业，但不要被事业吃掉；你可以有钱，但不要被钱牵走；你可以有名，但不要靠名来证明自己；你可以爱家人，但不要把爱变成控制；你可以练功，但不要把功夫变成炫耀。阿川听到这里，忽然想起自己，他以前练拳，只要师兄弟称赞他一句，他就暗爽半天；如果师傅说他松得不够，他就心里不服，嘴上说受教，心里却想我哪有那么差？飘朋克看了他一眼，像早就知道。阿川真正的逆，要从很小的地方开始，不是坐在山洞里才叫修。吃饭时，看自己是不是贪快贪多；说话时，看自己是不是急着迎人；工作时，看自己是不是只想占便宜；被误会时，看自己是不是立刻想反击；练拳时，看自己是不是一碰就顶，一急就硬。这些地方都是道场。阿川问：所以逆子诀不是在讲奇怪的法术，而是在讲日常。飘朋克说：正是真正高明的养生，不是只养皮肉筋骨，而是养你整个生命的方向。精容易往外漏，逆之则全；气容易往外冲，逆之则纯；神容易往外动，逆之则静。你一整天眼睛追手机，耳朵追消息，心里追比较，嘴巴追输赢，这就是外漏。外漏久了，人就虚，不是身体立刻病，而是心先空了，神先散了，气先服了。阿川点头。难怪有些人明明休息很多，还是累。飘朋克说：因为他的身体躺着，心却一直往外跑，所以逆是把跑出去的收回来，把乱动的神收回来，把上浮的气沉下来，把分散的心归于意，以一为体，以逆为用。阿川反复念着这8个字。以一为体，以逆为用。飘朋克说：一就是你不能散，逆就是你不能被习气拖走。一个人能在行住坐卧、吃饭喝茶、做事睡觉之间都看住自己，不让心随便乱跑，不让欲望随便做主，不让情绪随便开车，那修道就已经过半了。阿川笑了。师父这样讲很像人生的方向盘。飘朋克也笑。对，大多数人的方向盘都交给欲望了，想吃就吃，想怒就怒，想滑手机就滑，想比较就比较，想证明就证明。他以为自己很自由，其实是被牵着走。真正自由的人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真正自由的人是明明想做，却能选择不做；明明被激怒，却能不被怒气牵走；明明有名利在前，却知道该不该拿。阿川眼神亮了一下。飘朋克接着说：所以众人所好，你未必要好；众人所争，你未必要争；众人所贵，你未必要贵；众人所激，你未必要激。众人忙着把自己堆高，你要学会把自己放低；众人忙着抓更多，你要学会松开；众人忙着证明自己，你要学会先看清自己。阿川问：
这就是入道。飘朋客说，这是门口，要进门还要日日做，不是今天听懂，明天就成了。你每一次动心起念，都问一句：这一念是顺着贪嗔痴走，还是往清明处回？你每一次开口说话，都问一句：这句话是为了伤人、迎人、压人，还是为了成事、成人、成己？你每一次遇到利益，都问一句：我是在取我该取的，还是在偷心起来？你每一次练拳，都问一句：我是在用力胜人，还是在松沉中听人？这样问久了，你就会发现道不在远方，道就在你下一个念头里。那天晚上，阿川回到房间，没有立刻滑手机，他坐在窗边想了很久。他终于明白，所谓逆自觉，不是叫人变得古怪，也不是叫人故意和别人不同。真正的逆，是在全世界都往外追的时候，自己能往内收。全世界追名，我先问心安不安；全世界追利，我先问意合不合；全世界追快，我先问气稳不稳；全世界追赢，我先问有没有失去自己。阿川把今天的话整理成一句：顺着习气走，人会越来越散；逆住习气修，人才能慢慢回来。他也明白，养生不是只靠补，真正的大补是少耗，少一分怒气就留一分元气，少一分贪念就轻一分心气，少一分比较就定一分神气，少一分自我就开一分天地。所以逆不是痛苦，逆是回家。逆水行舟看似辛苦，其实是在回源头。顺流而下看似轻松，最后可能飘到不知道哪里。阿川最后在纸上写下：众人争，我能让；众人躁，我能静；众人满，我能虚；众人向外，我能回身。这一逆，逆的不是天地，逆的是我自己的贪、怒、怕、急、傲、执。能逆此心，便能养此身；能收此神，便能立此命。原来修道最难的，不是学多少秘诀，而是在每一个平常时刻，把自己从惯性里救回来。